如果有一条跨国地铁能把堵在长堤4小时直接压缩成5分钟刷卡过境，你会不会立刻改变你现在的生活选择？这不是假设，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5分钟跨国这件事一旦真正落地，改变的绝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路，而是很多新加坡家庭每天的生活账本，甚至是他们未来10年的资产选择逻辑。过去从乌兰到新山，地图上看似一墙之隔，现实却是2-3个小时的堵车、排队和反复通关的消耗战。长堤在高峰期更像一条停车场，而不是一座跨国通道。而现在，新柔地铁 RTS 在2026年7月已经完成示范测试，工程整体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目标直指今年底正式通车。这意味着一个长期困住西马之间流动效率的物理瓶颈正在被彻底打穿。很多人还把它理解为一条方便越低族通勤的交通线，但如果放进今天的新加坡现实环境来看，它的性质完全不同。在 COE 长期高位，住房成本持续抬升，生活开支不断挤压的背景下， RTS 更像是政府给高成本社会加装的一个结构性泄压阀。当5分钟跨国通勤真正变成日常之后，改变的就不只是通勤时间，而是你住在哪里，钱花在哪里，以及资产该怎么重新配置。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它会不会改变生活，而是谁会最先吃到这波红利。新加坡人为什么会对这条线这么敏感？说到底还是成本压力太真实。另一边，马币相对新币的购买力差距，长期都在提醒大家，同样一笔钱，过了海峡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这些年，新加坡人周末往新山跑不是新鲜事，大家都知道那边便宜，空间更大，但真正卡住这件事的从来不是意愿，而是极度不可控的通行成本。长堤堵车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遇到节假日，不仅要在桥上一点点往前挪，到了关卡还要面对望不到头的人龙。你愿意为了省钱去新山消费，但不代表你愿意把大半天的精力耗在排队上。RTS 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它把原本极不稳定、极耗时间的跨境行为，变成了一个完全可以被规划、被日常化的动作。根据公开规划， RTS 采用一地两检模式，不用再经历2次繁琐的通关折磨。高峰期单向每小时可运送约1万人次，列车行程大约只要5分钟，整个跨境流程的确定性得到了史诗级的提升。大家要明白，一旦确定性出来了，人的行为模式就会跟着改变。以前去新山更像是一场需要提前做心理建设的周末特工，现在它会慢慢变成你生活圈极其自然的一部分。不管是买菜、看诊、聚餐，甚至通勤上班，这笔时间账和经济账都会重新计算。RTS 真正打破的是那种明明近在咫尺，却因为过关太痛苦而用不起来的心理瓶颈。如果你把 RTS 只看成交通项目，就会低估它。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同时踩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跨境治理3个层面上。先看新加坡内部 ，URA 这些年对北部的规划是很清楚的在做一件事，把乌兰从边缘住宅区推成真正有就业、有商业、有交通枢纽功能的北部门户。RTS 接上汤东线后，乌兰北会变成新加坡连接柔佛最直接的门口。边缘能不能翻身，就看它有没有流量和国家级规划持续加码。再看西马之间，柔新经济特区更现实的理解是，两边都在找一种更高效的分工方式。新加坡最稀缺的是土地和人工，柔佛相对更有余量的是空间和成本。最自然的结果就是需要大面积、低成本的环节往北放，而高附加值、总部、研发继续留在新加坡，类似深港早年的演化。跨境交通一旦稳定，企业就会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人才也会重新设计居住半径。时间被压缩到可控范围，就会变成新的经济走廊。未来如果北部同时承接跨境人流、物流、办公和零售，它就不再是边缘，而是前线。土地价值、商业密度、人口结构都会跟着变。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愿意持续把资源往这里堆，
要把新加坡北部重新定义成一个面向双边经济的门户区。说得更直白一点， RTS 是在替新加坡打开一个新的空间解法。对普通人来说，最关心的还是这条线能不能帮自己把日子过轻一点。答案是能，前提是分得清生活套利与资产误判。新加坡中产现在面对的是双重压力，住房消费压紧现金流，退休焦虑也越来越早。RTS 一通，新选项就来了。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保留新加坡的核心房产用来出租，自己在 RTS 站点周边租一个条件更好的单位，拿新加坡的收入花柔佛的成本，中间的差额就是你的生活质量。这个模型对接近退休、能混合办公或者极度需要大空间的家庭特别有吸引力。不过这里必须泼盆冷水， RTS 利好生活方式，绝不等于无脑利好所有房产。新山房产最容易被包装成交通一通，房价就飞的简单故事，但现实是，柔佛土地供应充足，过去也出现过高端公寓过量、空置率偏高的问题。开发商早就把通车预期写进价格里了，盲目追高买到的可能只是流动性风险。更稳的思路是，优先保留新加坡的核心资产，把 RTS 当成降低生活成本的工具，而不是炒房门票。聪明的钱不会急着去接盘，而是先把生活模型跑通，能不能住得惯，通勤稳不稳定，医疗税务细节能不能处理好，这些都比你买到第几期项目更重要。RTS 给中产的真正退路，是让你第一次有机会把收入地和消费地拆开来配置。但一件事对消费者越有利，对某些本地行业就越残酷。RTS 最大的副作用很可能不是交通，而是消费外流。以前很多新加坡家庭虽然知道新山便宜，但往往会被堵车和过关劝退，所以很多消费最后还是留在本地完成。等 RTS 把跨境做成高确定性的日常动作之后，这层保护墙会明显变薄。最先感受到压力的，肯定不是乌节路那种目的型消费，而是北部邻里商圈。乌兰、三巴旺、义顺一带的家庭，周末原本会在本地商场吃饭、看电影、做简单娱乐，以后如果5分钟就能过去，价格又差一大截，很多消费自然会被直接吸走。对消费者来说，这是选择变多；对本地商家来说，这就是客流被重新分配。最危险的就是那些没有明显差异化，主要靠地理便利撑着的中间层服务，比如普通餐饮、基础零售、美容美发和亲子娱乐，都会被放到更直接的价格比较里。新加坡商家本来就背着更高的人力、租金和运营成本，一旦消费者把跨境消费当成常规选项，这些行业就会被逼着重新证明自己为什么值得这么贵。方向很清楚，邻里型零售会被迫升级，以后还能活得好的，通常得满足几个条件：要么极度便利，近到大家懒得过海关；要么服务质量明显更稳；要么能提供对岸替代不了的信任感。换句话说， RTS 不仅改变乘客路线，还会逼着北部商业重新洗牌，这是联通后必然出现的结构调整。所以，新柔地铁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把两站连起来，而是把两种生活成本、两套空间条件、两边的产业分工，第一次用高确定性的方式接上了。它会让一部分人重新设计通勤，也会让更多人重新设计资产和退休。它会给消费者更多选择，也会给本地商家更大压力。对新加坡来说，这不是一条普通跨境线，而是一场生活方式升级，也是一场结构性重排。如果你现在住在北部，或者你本来就在考虑退休、租房、跨境生活，那这条线跟你的关系会比你想的更直接。你会考虑通车后把一部分生活重心放到新山吗？还是你觉得这波红利最后只会便宜开发商和大企业？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我会继续跟进新加坡基建、政策和城市规划的内容。我是阿明，我们下期再见。